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洲。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我们马上关注一下现在目前俄乌的最新局势啊，红军城到底现在守不守得住呢？对于乌克兰来说这边至关重要，因为是所有包含这个交通的一个汇集点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啊。如果它一旦失守的话，可能整个大乌东地区都会沦陷嘛。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对于俄罗斯来说，它是两路战略一方面，它对于基辅，就是在地图上方这个基辅大规模的空袭，总计35枚的飞弹，还有23架的无人机，展开了一波反击式的空袭那路透社就有提到了，他现在目前乌军有稍微拦截一些，这将近2个小时的空袭，35枚当中击落了22枚，然后23架无人机当中击中了20架但是呢，他两路战略一边在攻击基辅，另外一边就是红军城了。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顿内茨克他们现在从乌东这边来的军队持续在挺进当中，那乌克兰是紧急增援了2000名的这个官兵在红军城这边守着，所以这感觉是一个前线上面目前在交锋的一个危机点那顿涅茨克的南部现在目前俄罗斯已经取得了康斯坦丁尼夫卡，然后控制了卡利夫卡地区距离红军城现在这里只剩下5公里的左右的一个距离。那俄罗斯的国防部说，他们在库尔斯克的边境消灭了350名的乌军武装分子并且摧毁了14架装甲车，防空系统一天击落了乌军3枚的铁锤炸弹，还有26枚的吸血鬼火箭弹所以算是有所斩获。但是呢，这个对于普京来说的话，他说现在每天乌东呢推进的速度大概是数平方公里持续在推进，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我看到一些外电报道在讲说，现在目前他们交接处的这个地方，这个战情非常的惨烈啊，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双方因为这个俄军你看到他这边特别突出来，他是强势在挺进这个红军城，但是乌克兰这2000人增援的2000人能不能够守得住，可能这1-2天就会有一个关键性的结果。那再来我们看看北约是不是也要参战了呢？目前我们看这个来自芬兰的武器现在也开始调动过来了。现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炮兵使用的这个康乃馨22毫米自走炮的榴弹也向俄军开火。这一款武器呢，采用了神秘的迷彩涂装，也就是来自国外的军事援助。那有分析人士讲说，这样的涂装可能就是来自于芬兰的武器。那波兰现在也感受到一股威胁他们说现在波兰有宪法义务必须要击落越过乌克兰可能会袭向波兰领土的俄罗斯飞弹，那甚至还向这个中国大陆喊话就说中国是唯一能够让这一场战争结束的国家所以包含了像是波兰，甚至周边的一些北约国家，也都希望这场战事不要再继续扩大，因为如果我们刚刚讲到的红军城一旦失守的话，很有可能这场战事会往旁边再继续扩散。那再来看看普京的讲法。他说呢，如果他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当局不得不取消戒严，因为在取消戒严之后会立即举行这个总统选举。但是他认为现在泽伦斯基政府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因为泽伦斯基可能认为自己连任的这个可能性很小，所以他并不看好说这个泽伦斯基会停止战役，也认为他会继续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戒严，把他的这个政权稳定住。那白俄罗斯也跟这个俄罗斯将会在今年的年底来签署安全保障协议，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战事打到了冬季的话，恐怕也会有白俄罗斯的力量加入嘛。那紧接着我们来看看普京他现在对于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之间他的关系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亲疏远近他有提到中国大陆，他说其实家里面的一些人都会说流利的中文。我们来听听。Сейчас у нас растет интерес к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Почему?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нтактов много. Бизнес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И в Китае,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тоже растет интерес к русскому языку. А у нас к китайскому. Члены моей семьи говорят тоже маленькие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Говорят свободно.
普京为了要展现出来，他好像目前在应对这一场战争上面还有一个从容的态度，他还是照样来办金砖峰会，甚至呢，他们现在目前还有这个东方经济的论坛。他说，在这个论坛上面啊，克宫提到他们会跟中国大陆的副主席韩正来进行见面。那他这个当然也是为了两国的未来的经贸往来更加紧密的升级哦。那但是呢，克宫讲到了美国到底会支持贺锦丽还是川普，结果没想到他们选的人是谁呢？是贺锦丽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比较容易捉摸的对手。川普一直讲说他跟这个普丁很好，但没想到普丁选的是贺锦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红军城目前状况？红军城这个状况就等于像中国以前打这个城镇的长沙会战这种会战。那这个地方在军事战略上守守必守，攻守必攻。为什么这样讲呢？它是一个战略要域。因为这个地方一旦打破以后，5条道路跟1条铁路就是最好的补给线。而且这个城镇完了以后就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那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这个战略目标就会调整了。调整什么？我跟你讲，任何军事行动是先根据战略目标来的。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我才会采取什么行动。所以我们看战略目标它是会转移的。刚开始俄乌战争的时候，他只是在乌东的一小部分顿内茨克这边的援助俄国人不受欺负的那个叫做特别行动，他现在把它定成战争，战争就有战略目标。我就记得很早以前，2年半以前，我就俄乌战争一开始，我说根据军事上战略的定义，要建立缓冲区的话，就是大乌东，就是沃瓦涅伯河。那个时候，可是他的战略那个时候并没有取这个目标。但是打到红军村的时候，那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就可以以大乌东作为最佳的战略缓冲区。这就是军事家来讲说，我真正要防止北约的入侵，或者西方势力对俄罗斯的威胁，大乌东是最好的屏障。因为俄罗斯占领这整片的大乌东地形呢，它可以有2种方法，一种是变成俄罗斯的土地。第二种方法就是说，让这些地方民族自决，公投变成独立国，这样的你北约就没办法再进来。那么俄罗斯常年对这个当年的苏联的附庸国，像波兰啊、芬兰的这个波罗的3小河，对俄罗斯都有很深层的威胁感，所以芬兰才会提供武器，比任何国家来的积极。我记得波兰还吸收了200-300万的这个乌克兰的难民，这是很沉重的负担。如果没有深刻的这个唇亡齿寒的感觉，不会做这个事。对，所以媒体上一再讲北约参加，我觉得还不至于，因为俄罗斯也一再警告，你北约要参加的话，他就不得不用战术性核武。所以到现在为止，伦特斯基当然也利用这一次的突川的攻击，那向欧盟国家展示，你们只要给我好的武器，我就可以打到俄罗斯的本土。这个突破的目标呢，只是为了争取要更多的先进武器，而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间，他能够对俄罗斯本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目标。我一再给他定义，它是政治上的战略目标，而不是军事上的。因为他打进去以后，不到1000平方公里、30公里的纵深，马上把前面的桥都炸断，代表他没有在积极往里面走的决心嘛，他也没这个能力嘛。所以我给他定义成一个政治性的号召。美国，所以现在欧盟国家也就是说，这个烂账拖下去，对不对？介入也不是，不介入也不是，只有逐步放宽，是吧？你可以对境外的地区实施轰炸。那乌克兰也配合这个东西，发展出很多新式的无人机，无人机的这个像火箭炮也不像火箭炮，导弹不像导弹的这个武器呢，可以长程的去打到莫斯科或者什么地方。这个对北约来讲是一个比较振奋的消息。第二个也是暗示美国，你只要开放我战术性导弹海马斯的这个使用限制的话，我可以获得更多的战果。那这个东西对美国来讲，它会有一个比较负担，因为你变成正式的大战的时候，美国可能没办法支应。但是对东欧这各小国来讲，
能够打到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都是很高兴的事情。所以伦茨斯基也不会做没有道理的事啊。他做这件事，他有他的目标，只是我们不容易感觉到东欧很多小国的一个想法。要不然芬兰不会把他的自走炮给他嘛，波兰不会给他很多后勤资源嘛，还有很多国家帮他训练飞机嘛。所以你要晓得，东欧跟西欧老百姓对这个战场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西欧是在乎我经济上会不会这样子消耗停顿，东欧就是说谁能够解决俄罗斯的威胁，他都认同。所以这个才出了这个战场上很奇怪的现象，美国的武器还有卡到的，但是这些小国的武器就开放。那伦茨斯基也开放一些什么圆面包的这个炸弹啊什么的，来彰显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因为俄乌战争一旦停下来，伦茨斯基的下场就很惨了。因为你政府一开放选举，他可能下台，下台以后，乌克兰老百姓才会真正检讨你，因为你这个领导的错误政策导致乌克兰死这么多人，城市被毁到这种程度，你这个最高领袖的起战指导跟终战指导，害得老百姓受这个非常惨烈的后果。所以他一定会被清算，他一定会被斗争。这就是他的下场。所以他不希望战争很快停。对，我们来补充讲一下刚刚这个帅将军提到的。过去我们讲这个顿内斯克跟卢甘斯克是这个顿巴斯地区，也就是乌东地区。那红军城在这个地方，因为刚刚那个图示太小了，红军城就是在地图上整个乌克兰的这个位置。那也就是说呢，一旦红军城这一个重要的这个关口一旦失守的话，可能整个会变大乌东地区都失守，也就是整片大乌东地区一直划到这边来，可能全面都会被俄罗斯给拿下来。那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的看法。对，您提到了一个红军城，它的重要的战略要地，它是交通要道，我们一般称为五条道路一个铁路所以是5路1铁。那它的交通可以一直到北边的库斯克。对，我们这边看到的都是铁路，都是铁路，都是非常都是交通要道。对对对。那您看到的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地方很重要，就是因为它在交通上面的一个枢纽点，所以对乌军来说，它在供应它前线军队的补给都是从这边来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补给站。那这些物资都往这个地方集中，再透过乌克兰所掌控的这些交通要道，把这些弹药跟武器往前线去推送。这个就是俄国为什么卯足全力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打下来。对，而且虽然他打得很慢，那他打得很慢，一方面是降低在过去出战的时候他打得太快了，所以人员伤亡很大。那他现在凭借的就是他的火力上占有优势的地位，所以他减少他人员的伤亡，扩大他火力的消耗。那他的火力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朝鲜，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伊朗，可是更大一部分是他成功的利用这2年的时间，把他的军工企业从平时转为战时。这样的一个3个条件，这个3个条件使他的火力优于乌克兰的火力。因为你也看到波兰说我已经没有武器再供应你了，对，德国也说我到年底以前我都没有金援再给你了。然后美国现在正在大选期间，那拜登也要下课了，所以拜登也没有看起来有后援的能力再给这个泽连斯基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乌克兰来说，他的火力事实上是不足的，兵力也是不足的。那泽连斯基犯了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把他的3个旅，这机械化旅、精锐部队往北打，他以为这样可以吸引成功，结果吸引失败了因为普丁没有上当。乌克兰自己的军事高阶将领都承认他们的这一招是错误的，对，而且这一招是失效的。所以泽连斯基他的内部的这些将领对泽连斯基的这个决定跟他们的总司令的这个决定是非常的不满，而且他们认为未来红军城如果陷落，这个责任就在泽连斯基跟他的总司令。那为什么这个城这么重要？您刚刚的地图告诉我们，打下来了以后，您看他们再往北走，就是往北走的那一整块东部靠近俄罗斯那整块几乎都可以被俄罗斯吃下来。往南走
靠近俄罗斯的这一整块白色的，也几乎可以被俄罗斯吃掉。那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兵力的投送就变成很快了。那这个就是普丁为什么他现在那个信心满满，就是他知道快打下来了，因为已经越来越接近了。那当然对于乌克兰的压力很大，对美国的压力很大，因为如果一旦陷落，而这个陷落是在大选之前，而一整片都被打下来的话，那民主党怎么选？贺锦丽怎么选？不过我觉得波兰他指责说中国大陆可以来阻止这场战争，我个人认为那是需要条件的，例如说美国也要愿意嘛，也要停止，乌克兰也要愿意嘛。但是如果以资助这个概念来说的话，各位观众朋友，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高于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所以欧盟是资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严格上来讲，乌克兰也资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为什么？因为它的天然气乌克兰也卖，而且也经过这个乌克兰卖往欧洲。所以等于是你乌克兰跟欧盟都资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你怎么解释？好，来请教李教授。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8月初这个乌克兰开始去奇袭库斯科，到现在将近快要1个月，时间过得很快。但目前这个礼拜来看乌克兰在这库斯克州的这个攻势是趋缓的。对，它大概转变成说站稳脚跟做防御，那它在这里面所部署跟投入的部队大概1万多人到2万人之间。那其实泽连斯基一开始所设定的目标，主要在军事上还是原位救赵。但是这个目标目前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完全实现了。因为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这个俄罗斯在乌东在这个红军城的方向在顿内茨克有把大量的兵力调走回去到这个库斯克这个地区，并没有，反而有个副作用，就是让这个乌东在红军城方向，它反而防御陷入比较空虚的状况。所以这个就是军事上目标没有达成。那政治上目标，其实泽连斯基应该是希望能够对内凝聚士气啦，对国际社会也有交代。更重要的是假设未来有和谈，必须得上政治谈判桌，他还是要拿来做一个谈判上的政治筹码，用一个去换一个，有大概这样的一个打量。但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并没有实现。但目前来说，对于泽连斯基，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放宽所谓武器使用的限制。这也就是前几天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军事代表团国防部长在华府，尽可能去想要游说美国的国会、五角大厦，还有一些决策官员。因为美国所严守的这条线其实并不是很整齐的线，其实回顾过去大概3-4个月，美国已经在放宽。最早一次是在5月底，当时是因为这个哈科夫方向乌克兰比较危急，所以美国放宽使用，你可以用美国的武器去打，但是仅限于在哈尔科夫方向。6月份又更放宽一次，就是你都可以回击，只要你发现俄罗斯越境攻击，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的武器。但现在泽连斯基说远远不够，要我真正能够扭转战局的话，你要把全部的禁忌都拿走。但是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拜登并没有答应他。对。好，将军要补充。我想看一个战争，看苗头要看几个迹象。这个欧洲国家是有给乌克兰相当一些武器，但数量还是比较少。在前面这2年里面，战争里面看到的战果并不是很丰硕，也很少看到它有集中使用。但是在库斯克这个战役里面，他就把所有能用的外国武器摆在这里。为什么？就是说你们支持我的武器，我可以打到俄国领土，所以你们应该继续支持。所以我才把这个战争为什么围魏救赵的战略失败？它不是失败，它的根本目标就是打一个政治上的战略目标。第二个，你给我军火，你不要限制我这个射程，我还可以打到。所以他为什么又打飞弹打到莫斯科？很远的一个俄国很远的一个油库啊，他就是做给你看嘛。你美国武器不让我打远，我自己做的这个圆面包，这个火箭的飞行的这个导弹，可以把俄罗斯这么大油库烧到现在还没熄火。所以这些东西你要看，这看表演的性质，我们就可以界定他发动库斯克的突击作战目的是什么，而不是说真的像人家攻入俄罗斯的内部围魏救赵，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讲
我们观察它2年多嘛，你看英国的 Challenge 战车，美国的 Bradley，美国的 M1，通通上场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啊，战略目标就决定后面的行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今天9月3号，79年前的这一天呢，其实对日抗战的胜利哦，日本等于说在这个7·7事变，在9·18事变之后呢，换来现在抗日胜利的这一天，值得纪念。那我们看到今天包含了央视啊、新华社、各大中国大陆的官媒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哦。那微博的热搜也登上了第3名。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一天至关重要，这一天也是他选择回应日本一些动作的日子哦。前一阵子呢，在7月份的时候，日本的护卫舰不是还跑到了中国大陆的领海嘛，也没有事先通知，让中国大陆也记住了这件事情。8月26号立刻回应了他，就是军机就是进入到日本的领空，你来我往，你来我家我就去你家嘛。那再来9月3号这一天，我们刚刚讲到，这是79年前的这一天，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哦。那79年后的这一天，大陆反制日本的管控半导体哦。彭博资讯讲说，中方已经向日本提出了警告，如果东京方面进一步限制大陆这个陆器出口晶片制造设备以及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话，会给予相对应的经济报复哦。那所以电动车同样也是，因为现在目前关键的原料掌握在中方的手中，所以丰田很担心会不会接下来也变成北京这个报复的对象。反正呢，就是现在说得到也做得到。如果日本敢来跟着美国一起使绊子的话，中国大陆就会有相应的回应动作。那韩国跟着美国好像也换来了自己自损了好几千呢。那我们看到了，现在韩国向美国要更多的胡萝卜，因为你要我去限制这个先进晶片输往中国大陆的话，你应该要给予更多的弹性跟奖励啊。那你看韩国8月出口是连11红，但是偏偏他们看中的半导体产业出口呢，成长是降到了5个月的最低，甚至影响汽车出口也都是连续3个月的下滑哦。那现在连韩国的媒体讲说，三星都不像以前的三星了，因为三星要吸引新客户面临到非常大的困难呢。还有呢，他们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对于三星的订单并没有增加，所以他们讲说，三星你是不是应该要找别的出路啊？是不是要往 AI 领域那边去啊，多多发展呢，才能够找出路？不然每次跟着美国走，好像总是换不到什么好东西。再来9月10号又是另外一个这个至关重要点，除了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之外，也是一个中美的角力战场哦。因为 iPhone 16要在这一天发表，华为也立刻公布说，我们9月10号我们也有事情啊，我们也有新机哦，3折叠新机要强碰 iPhone 16。那当然这还不是 Mate 70，不过这样子一个强碰的意味就代表说，现在你 iPhone 发表的时间点，我不会绕开来了，我是要跟你正面对决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散发出来。就像是这个郑清文这一则新闻，也是在这个微博的热搜榜上，他被这个种族歧视呛了。他在这个美国女网的这个单打决赛中呢，被观众不断的喊种族歧视的字语，说什么黄香蕉啊，结果郑清文霸气的回呛，就是我要击败你，然后最终击败了对手，杀入了8强。这个霸气回应种族歧视哦，还有这个郑清文的口型啊，都在这个微博跟头条上面霸榜，所以可以看出来，现在中国大陆对于美国也好，或者是美国的小老弟们也好，你们敢来惹我，我绝对不会轻饶哦。我们先来问一下帅将军怎么看？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是很严重，很多年来就把华人称之为 banana， 甚至于我们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在美国生下来的孩子，他们也叫他 banana， 就是外皮是黄的啊。所以这个再回过头来讲，今天93军人节，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的伤损，那是很难磨灭的，那是几千万人的死伤啊。跟这个经济被摧残到垮。对，当年93就是中华民国国军接受日本投降的一个纪念日。那最近为什么中国大陆又吵起来了？毕竟它承袭的是中国人的这个苦难嘛。第二个，
他们曾经也跟日本有过友好啊，那是因为日本现在被美国烧的变成亚洲的北约，参加围堵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行动，配合美军的行动，不断的在东北亚做出什么军演啊这些东西，凡是能够抗中的东西他都参加，越南的投资啦和这个马来西亚的投资了，他都要跟中国竞争。换句话说，新仇旧恨，所以中国对日本的这个反应的态度就不会再保持很客气了，温良恭俭让了，你过来我就过去，我还派了舰队到你日本各个海峡里面去兜，啊，也在你面前示威，所以这个东西啊，日本呢，今天是被美国挟持的。你要站在日本的立场来想想，你面对的都是你附近的邻居都是你的敌国啊，北边的俄罗斯，四岛纠纷到现在没停啊，朝鲜没事就放个飞弹到你海里啊，中国大陆你是三面被包围的，今天你是被美国捏着脖子在那里搞嘛，所以你今天你能否认中国大陆不是你日本最大的一个经贸商场吗？你要参加这个禁止什么输液了，就像那个电子产品的清洁液啦，这些东西你跟着通通管制，镜头啦管制。那中国大陆就很简单嘛，你汽车业要的稀有金属我就不给你们，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参加美国的这种行动没什么好处了。日本经济已经不好了，被这个美国搞垮了30年了。也不知道失痛，反而跟着美国那样混。今天将来遭受到惩罚、挨揍的还是你第一波啊！中国大陆可能打不到美国本土啊，打你日本是很轻松的，无论是飞机了、导弹了、船舰了、潜舰了，都可以造成你很大的伤害。所以日本是很不聪明的。但是今天讲难听点，这些政客跟美国的配合，将来带给日本老百姓是无限无止的灾难，包含你的经济，包含你的军事，各方面你都受伤的是你啊，不是美国啊，你也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比较贵一点的棋子而已啊。那跟台湾来比，就是说比台湾有点价值的，因为你的军港什么基地都是美国人在用嘛，所以问题有赖于日本自己的觉醒，谁也帮不上你忙。好，来请教赖老师。苏利文到中国去，他承诺说，拜登的承诺是有效的，而且坚定不移的，就是事不亦无益啊，绝对不会要打压中国，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这苏利文到北京去，再度的重申他们的总统拜登这样的承诺，结果回去以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了。艾斯摩尔他承受到美国巨大的压力，美国说我可能会祭出我最严厉的法律，就是你只要有用到我一点点的设备，或是知识产权，你都全部或是技术，你都全部不准卖给中国大陆，或者不准卖给其他的国家，不然的话我就要修理你。荷兰的首相已经站出来说，因为本来传出说艾斯摩尔可能连维修都不帮中国大陆维修了，从明年开始。但是荷兰的首相已经站出来说，他还是会考虑艾斯摩尔的利益，但是最终结果怎么样不知道。现在又传出来的就是日本了，日本说他的东京电子，他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那有可能就不再卖给中国大陆，要管制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苏利文很明显的又是说一套做一套嘛，而且当面说谎话。因为他明明白白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发展，还当你的面说我们绝对不会这样做啊！这个就是美国人，这就是苏利文，这个就是拜登政府。好，那当然决定者在于荷兰，就在于荷兰的你的政府怎么做嘛。中国也提醒你荷兰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中欧的贸易原来都是经过荷兰，那这个部分里面可能会受影响。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不管猪肉或者其他的乳酪制品，这个对荷兰来讲也都是它的农民的大宗出口，而且也有很大部分是出口到中国大陆，都会受影响。现在对日本也一样。为什么丰田那么的焦虑？丰田它是有参与台积电、熊本厂还有半导体的发展。那如果说今天日本
因为目前据说岸田文雄要在下台前，他铁了心了，要追随美国，要打压中国了。那所以中国大陆就已经放出一个讯息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那中国大陆的反制的力量不会小的，啊，所以丰田焦虑紧张，一直希望日本的其他的政界啊，就是不要影响到他们的企业啊，因为他们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们企业的生存跟未来的发展。那韩国是最特殊的，因为韩国从尹锡悦上来了以后，就大幅度的转变政策，所以我们常常讲，它跟日本也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是类啊，或是次 Anglo-Saxon 人哈，在亚洲啊，所以他们越来越接近，完全是。那三星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是在萎缩，那如果说今天韩国继续再走下去的话，我相信中韩之间的贸易啊，可能也没有改善的可能性。可是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日本跟韩国的经济真的都不好啊。好，来请教李老师。对，因为现在美国拜登政府想要做的，就是说我对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半导体的这种出口管制，我要很怎么讲，万无一失，没有任何的漏洞，而且大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啦，重要的一些伙伴，大家要跟着我走，绝对想要就是要延缓中国大陆发展的脚步，包括制造包括研发包括设计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拜登上任之后，2022年、23年2度他有所谓的新的一些措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他其实有运用到美国的国内法，就是我们刚才赖老师所说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 那到今年3月份也修了一次，那4月4号马上实施。这个意思是说，只要是企业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因为全球化是非常这个紧密的一个分工，只要你运用到了美国的技术、人才、智慧财产权，哪怕是多或少，基本上它不准许你把它运用到帮助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发展，也包括设计，也包括人才，也包括各式各样的设备跟制造。所以这有点像是紧箍咒。那这紧箍咒其实在过去像韩国或是日本，有些厂商是得到美国的豁免。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尹锡悦韩国还是会有一些他的声音，他还是希望说，假设我跟着美国走了，照着美国做了，跟美国采取几乎是一样的标准，很严苛，那我的企业怎么办？所以他应该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优惠，包括他的这个三星电子或是这个 SK 海力士。那刚才赖老师也特别提到，那另外一个例子就荷兰。那荷兰例子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他才有新的首相，7月份才就任，是库夫。他基本上是背景是比较过去是对外情报局的这个局长了。那是因为去年这个荷兰大选之后，其实是极右派的这个党魁。这个自由党区的第一大党，所以拖了222天之后有新政府。那新政府其实美国的压力是如影随形的，但之前韩国的前首相吕赫，他还有一定程度是挡得住美国的压力。而且他3、4月才去了这个中国大陆一趟，带着他的外贸部长，其实谈的就是包括艾斯摩尔。但是新的部长，新的首相上任之后，史库夫他的讲法有点耐人寻味。他讲过好几次，你听起来是模模糊糊、很暧昧。他说，只要跟中国大陆谈到国家安全问题，我们都要很谨慎小心。但他又提到说，我们要想办法跟美国、跟日本、跟韩国协调一致。他又讲到说，假设我们照做的话，我还是要考量到我们自己荷兰的经济安全。所以他也是左右为难。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前年到今年，其实美国的高层官员访问荷兰的次数非常多，都是在谈这个议题。好，所以这几个美国重要的盟友跟伙伴，目前在美中的战略竞争之下，他们的空间是越来越有限的。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以色列本身内部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混乱。我们说到这个人民上了街头，现在数字不断上修，已经到了50万人上街了。昨天我们的报道上面是说10万人但现在看起来这场罢工还没有休止啊，恐怕会对于以色列经济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现在最新出来第2季的 GDP 数字是只有 1.2%，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4.4%。再这样继续打下去恐怕真的会拖垮以色列的经
经济哦，因为现在好几面作战。那我们看到抗议者甚至用上了对付巴勒斯坦人的臭鼬水来对付他们的警方哦，所以表达出来他们的非常的不满的一个情绪。这个东西呢叫做臭鼬水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抗议使用的这一个喷洒的水哦。那这个以色列的警方他们也对示威者喷洒哦。那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们说这其实就是有污水哦，还有像是难闻的排泄物一般。那这的确他们用这种方式想要把这个局面给镇住，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会动摇这个纳坦雅胡的现在目前的政权。那纳坦雅胡他现在是有对外界讲说抱歉，他承认他这个请求这个以色列人的原谅，没有办法把这6名扣押的人质带回来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现在以色列的防长加兰特已经跳出来喊讲说你的做法上面是一个道德耻辱哦。不过也有人讲说，恐怕纳坦雅胡会先考虑来撤换加兰特所以现在双方这个在战斗内阁上面已经是一个撕裂的状态，国内也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哦。那甚至呢，现在如果国会发起对于纳坦雅胡的不信任票，恐怕接下来他们也可以把纳坦雅胡给拉下来。那这个丧钟已经开始为纳坦雅胡敲响了。他能够继续在以色列担任这样子一个领导的位置吗？那美国甚至已经要开始来断以求生了吗？那这个哈马斯现在有一个新的讲法，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就说一旦以军一接近，就会继续处决人质。他们发现这个处决人质的动作的确有引发了这个以色列内部的一个骚乱，所以他们现在更进一步的颁布了这个命令。现在拜登也抨击纳坦雅胡对于这个谈判停火感觉不够努力呀。那这个甚至还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就说他们要斡旋这个以巴赶快停战，就说以色列如果你不接受就拉倒。所以感觉起来美国好像也已经不想要为这个以色列继续就是沉没成本一直在增加的话，那我干脆就断尾好了，你以色列你就自己自负后果了。那再来美国大选看起来现在也是一片混乱矽谷非常罕见的出现了内战的情况，因为现在美国的政治是更加的撕裂跟两极化。传统上面好像立场比较偏左的科技业，现在因为有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跳出来，他说表态是支持川普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看到了很多科技大佬已经开始在这种舆论场上互相这个抨击跟内战你看到像是 LinkedIn 跟这个LinkedIn 我来看一下，上面竟然没有写 LinkedIn 跟 PayPal 的创办人已经为此翻脸了。所以感觉上面虽然是科技业的大佬们已经互相不礼让了，已经为此已经展开了连这种金字塔顶端科技业都已经在出现撕裂的情形。那另外美国香肠的销售也暗示了经济衰退，因为大家可能是本来要买一些牛肉或鸡现在改用这个香肠来取代，没想到香肠指数上涨的幅度比起消费者价格还增加许多现在是上涨33%，比起一般消费者物价的20%还增加了大概13%左右。另外还有45%的经济衰退指标已经被触发了，有一些这个美国的这种科技经济上面的专家，他们说有20项指标，现在大概至少有将近一半都已经被触发，代表美国的经济已经步入衰退。就连高盛集团已经出现了全球裁员的消息要预估才1300人到1800人，所以美国自己本身恐怕自身难保。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停火谈判的内容之一这个内塔尼亚胡提出来的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因为他提到了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未来的加沙以色列的军队驻扎在里面，所以等于是这是还是以色列的领土了，那不是巴勒斯坦的领土了。这个以色列是这个巴勒斯坦是没办法接受的，加沙地区他们也没办法接受。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加沙通往埃及的加沙这一方，就是费城走廊这一方，以色列要派兵看守。那这样的话，等于是由以色列来管控加沙地区的对外的联络，也就是跟埃及之间的联络。那这一点，巴勒斯坦跟哈马斯或者是加沙，他们也都没办法接受，所以整个就触礁了，久拖不决。久拖不决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下去，大家一看到这个是内塔尼亚胡的旨意蛮干，
他的国防部长是拜登属意的人选，本来有一次想要发动内部的政变，把这个内塔尼亚胡推翻，让他取而代之，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现在看起来他们两个已经到水火不容了，已经爆开激烈的冲突。对于拜登来讲，还是希望他的国防部长取代内塔尼亚胡，可是拜登现在也要下课了，还有多少影响力？一般看起来也不行了。你刚刚讲的人质的问题，有一位美国人，他的父母就是去出席贺锦丽他的这个大会，结果他的孩子被杀了。那这个事情会有后遗症，为什么？因为贺锦丽他是坚定的支持以色列，他说他坚定支持以色列自我防卫，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以色列自我防卫了，现在是以色列一直不断的再去杀害加沙地区的无辜的平民百姓。虽然他也有杀到一些哈马斯，但是平民百姓死伤的人数更多，而且你也很难区别哈马斯跟平民百姓，更何况你的无差别的攻击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反弹。那在美国，也就是反对这个以色列继续这样杀人的这些，不管是本身是穆斯林也好，或者是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也好，或者是犹太人，在美国的犹太人，尤其是反对以色列继续这样杀戮平民百姓的犹太人，他们都站出来。那他们在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就已经直接讲得很明白，如果你贺锦丽不处理这个问题，你不明确的表态，他们不会为了怕特朗普当选而把票投给贺锦丽。现在贺锦丽跟特朗普跟川普的民调差距其实并不大，所以关键在于这些少数人他会起一些作用。那看起来对拜登来讲，他越来越焦虑，然后他一直苦劝或是给这个内塔尼亚胡施压，似乎也没什么用。现在以色列人站出来了，我们看看以色列的这个怒吼会不会产生效果。好，请教帅将军。今天93军人节我特别要讲一点哈，这个93军人节怎么来的？是国军将领接受日本投降，抗战我们死伤了300多万的国军同袍，黄埔军校22万毕业生死了19万，就是换到这一场战争的胜利。那么在今天台湾的93军人节里面，空军总部纪念814空军建军节。814是谁？是纪念高志航抗日。结果在这个纪念会里面，居然演奏日本的军歌，叫《赤城舰舰歌》，这也是我们台独的一个军歌。对，你想想我要问这空军总司令，你是纪念抗日英雄我也要问问参谋总长梅家树赤城舰是把我们中华民国海军打到长江里面，只剩少了一艇呢。这么一个鲜明的敌对的一个象征，居然在中华民国的93军人节里面演奏出来，在这个814这个空军的建军纪念日，你们这些将领是干什么吃的难道不知道你的前辈学长是怎么样牺牲奉献，死伤多少，换到这个胜利的一个象征呢？丢人还不检讨吗？那今天轮到中国大陆跑来抗日，我们这边在纪念日本的军歌，什么玩意嘛，什么话嘛，这点我就提出非常严正的谴责了。你不能说你不知道赤城舰舰歌是很好听没错但是它代表的是什么精神？对，侵略中国的军歌，侵略中国的军事精神，纪念日本的这个强军独武。所以现在民进党真当自己是日本人了。你是日本人的后代吗？丢人。好，我们来请教帅将军怎么看这个呢？很生气，我当然很气，我们当然很生气。现在目前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状况，将军，以色列现在状况，我跟你讲，以色列是靠高科技赚世界的钱的。今天不要讲说别的，光他的企业都受到，你看35万人动员，年轻人都不上班了嘛。对，然后这个战争对以色列还是造成困扰而且你师出无名你要是报复当初的恐怖攻击，你已经达到报复的目标。今天轮到被全世界谴责你以色列是一个
种族绝灭的一个国家。当年同情你以色列的那一点感情全部没有了，你比希特勒还希特勒，对不对？你希特勒还没有专门对付儿童妇女下手啊，对不对？那你今天这种无差别每天上演，而且全世界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就靠着你犹太人掌握了美国的经济，掌握了美国的高层，资助你做这个不义的行为。而今天这些人质一个一个被杀害，你和谈都不愿意谈，所以纳坦雅胡也是一个毒夫了。他今天非干到底不行了，所以这内部的以色列的这个反抗的群众越来越多，而且你这个屯垦区假屯垦为殖民，杀人掠地抢钱，什么事都做啊，所以你不只是西岸，东岸都是一样啊。所以这种暴行啊，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当年大家对以色列那一点同情，现在完全没有了。回过历史看，为什么欧洲人对犹太人不好？你们自己不做检讨吧。所以现在看起来以色列内部的反弹声浪也是非常大。我们来请教一下李老师。对，因为目前来说啊，所谓这个以哈之间的谈判啊，透过埃及、卡达跟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个礼拜以来啊，拜登总统说，他说快接近最后方案，我们听了太多次。那目前看起来又触礁。那触礁卡的原因啊，在从一个礼拜之前比较明朗一些，应该是哈马斯在批判啊，就是说所谓的刚才这个赖老师所讲的这个费城走廊啊，费城走廊基本上就是加沙走廊跟埃及连接那狭长的这个地带，长14公里啦。最早其实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巡护之下。那后来当以色列退出加沙之后，其实就是一边啊，埃及这边是埃及带有他的边防部队在做看管，那这个加沙走廊这边就是这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但是从去年10月爆发战争之后，到今年5月，其实以色列为了要控制这个地带，基本上费城走廊已经牢牢掌控在以色列手上。对，那目前来说拜登说希望以色列能让步了。那哈马斯是这边很坚持，他说不能有任何的以色列士兵、边防或者 IDF 留在所谓的这个费城走廊。但是以色列目前所能做的让步说，我可以在停火3阶段，第一阶段减少人，但是到最后我至少要在8个地方要控制，我要派兵在那边把守。所以这点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谈判成功的原因。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目前因为以色列开的战线其实非常多，除了最早的这个加萨对哈马斯，北边对真主党，还有之前对伊朗，但现在大家好像忘记了伊朗曾经说他要做报复，好像慢慢是平息，暂时。但是从8月28号开始，其实以色列在对约旦河西岸，他也发动了这大规模的打击，而且过去比较少用无人机，那现在用了，而且这个 IDF 也在以反恐为名，在这个约旦河西岸进行所谓很多的军事行动，所以它基本上四面都在发动一些所谓的战争，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名义。那我觉得到最后我觉得还是取决于这个最后的方案是什么，尤其是哈马斯的地位。